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啊。今天咱们聊一个我都挺好奇的问题啊，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人生活久了，很多东西都习以为常了，觉得本来应该如此啊。但是那天看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中国人的社交媒体的头像为什么不是本人呢？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首先回想了一下自己，我自己就没有用我自己本人的头像，我老婆也没有用，我的朋友们好像也没有用，我的父母也没有用啊。但是呢，前一阵子我加了不少这个学习中文的朋友啊，他们都是外国人，但是我发现他们清一色的都用了自己的照片啊，而且好像不是那种精修的照片啊。因为中国人有些人会用自己的头像啊，但是会用那种精修的照片，不真实的照片啊，甚至美颜的照片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到底你是谁呢？这个我真的觉得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特点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差异，其实在这里体现的特别明显啊，不是一个小小的头像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啊。首先，中国人好像其实挺在乎自己的隐私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国人不是那么在乎隐私吧？你看到处都有摄像头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啊，因为中国人觉得那个其实挺安全的啊，是为了安全起见，对不对？而且我们也习惯了。但是社交媒体的话，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所以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愿意暴露自己。那么最常见的会用哪些东西呢？比如说猫猫狗狗的照片啊，动画的角色啊，还有一些风景照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啊。比如说，其实我是用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啊，就是用吉普力这个风格生成的，有点像，但并不是完全的真人。还有我之前用的头像呢，就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站在海边的一个远景，而且还是一个背影啊，所以你根本看不清楚我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待这个头像的根本性差异啊，就是可能外国人特别强调自己的身份要比较清晰，我就是我，所以我长什么样子我就放出来让你看，一看到我的照片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对，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中国人习惯藏着，所以你比如进入很多群的话，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比如说你进入一个自己初中的同学群，对不对？大学的同学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网名啊，这首先就很麻烦了，对不对？而且他的头像还不是他自己的照片，所以你一个一个都必须去加一个备注，你才能知道这个原来是那个谁，那个原来是那个谁。而且吧，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其实把这个头像是用来反映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用来呈现自己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到底究竟是谁就是我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呈现怎么样一个效果。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之前的话就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在海边眼前就是大海然后我老婆把她的头靠到我的肩膀，这其实能反映当时我一个心态我在热恋当中对吧？我们感情我为了体现我们两个感情的这个比较好现在呢我换成了一家三口，也是为了体现家庭的和睦也是为了表达一下我很享受这种家庭的生活，对不对？比如说我老婆，她的头像呢其实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手还是我儿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1岁还不到的时候，一个小手，然后他的小手放在他妈妈的手里，他妈妈的手放在我的手里，这样一家三口，所以你很能明显的感受出来他想表达的什么东西。所以头像其实是表达你的一个状态，你想呈现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你究竟是谁
那么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为什么中国人他的社交媒体的头像不是用本人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究竟是谁，而是想表达我们想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明白了吗？那么咱们下期再见。